Hello，大家好，大家觉得这个环境、这个视野怎么样？看，每天开门就能看到整片的森林。要是在这里打一个落地窗的话，躺在床上就能欣赏外面的风景，别提有多惬意了。这个房子呢是当初樱花基地的老板花16.8万买下的，他交了5000块钱的定金，说零钱就付清，如果说零钱不付钱的话，这5000块钱押金就退不了了。至于为什么没有买这个房子呢？是因为那年我们第一次到这里来改造房子的时候，那位因为基地老板觉得这里有发展潜力，他马上就把旁边那个森林给租下来了，租了5年，今年也是第4年了，也快到期了。所以说这个房子他为什么会放弃？是因为我们一开始放弃了上面的房子，他觉得这里作为一个网红村做不起来了，他也不想要这个房子，就把那5000块钱扔掉了。这也是村里面的一些人闹的。他们要是不阻拦我们改造房子的话，其实这个房子他早就卖出去了。当初16.8万卖给樱花基地老板是特别值的。这个房子虽然看起来很大，但是它不值钱呀。这个房子很老旧，是不是？现在这个房子扔在这里，至今无人问津。很多人来看都是看上面的那些瓦房、那些烂房子，都没有人敢来问这个房子，因为它一开始开价就很高。我可以带大家到里面去看一下这个房子。我看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，这是6开间的房子。很难看见有这么大的这种楼房。我们进来看，就是这里面是组长爷爷他们堆放的一些粮食，平时晒了就放在这里。先从这边开始看吧。这里这个房间呢，就是他们以前烤火用的，烤火吃饭可能就在这里。后面呢就是一个楼梯间上2楼的，但是他们2楼没有建房子。这楼梯间后面是建了一个厨房，大家看这个灶台这些锅具都还在。带大家往这上面走，看一看这板面上的视野。哇，这个已经多年没有人上来过了，连这个楼梯间的这个雨棚都已经坏掉了。可能以前准备建2楼的啊，后面不知道什么原因没建起来。这栋房子大家猜为什么这么大？其实是2兄弟的，后来以5000块钱的价格让给一个人了，所以说这个房子现在是一个人的了。5000块钱买下来，卖出去16.8万，太值了吧？对呀，但是他们不会想啊，就觉得我们在这里来，怎么地。然后也是卖房子这个人一直找我们麻烦嘛，那个时候还把我们那个牛津茶社给敲坏了，就是他在作怪，要不然的话他这个房子早就卖出去了。你看后面有一棵柿子树，对，就打到它的这个板面上。哇，这棵柿子树至少有几十年的历史了。对，你看好美呀。它这个造型特别美，下面还有柿子。所以说有的人他从来不会想，他这个房子为什么能卖出去？那是因为有我们到这里来了，才有人会买这里的房子。我们不在这里的话，谁都不想来，是吧？对。好，现在带大家到楼底看一下。其实这个房子我最喜欢的是它这个板面，下面我都觉得没有什么。这个板面的视野比下面更加漂亮。这上面如果说弄一个钢管焊这一个房子啊，对，然后给它好好的装修一下，其实就跟民宿一样。你看，面朝大山，这里这一排全都弄落地窗，多美呀！对，那里就是我们经常去的石林。对，石林是非常漂亮的。如果说这个地方有人来投资的话，把那个石林打造出来，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旅游打卡地，而且离县城特别的近。对，但这里就交通不方便。对，当初樱花基地老板想买这个房子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它离石林近，他想在这里开民宿、开农家乐。现在完全放弃了。租那个林子加这个定金，一共损失了1万多。对，看，现在到这个房间，这后面也有个房间。天哪，这个房间都不敢进去了。大家看，它虽然是楼房，但是这个墙壁都长草了。你看墙上面还有很多马蜂窝，看见没有？
这里还有一面镜子，这些镜子应该是当初结婚或者进房子的时候办酒席人家送的。还有这些牌匾，你看，新婚，看，你以前结婚的时候别人送的。这种房子要是拿过来装修的话，也是需要很大的成本的，要把这些墙壁全都铲掉。大家看，这个墙壁全都脱落了。你看这个房子拿过来的话，你还得把这一层铲掉，然后挂铁丝网给它粉刷才可以。这个房子唯一的好处就是不用再重新建了。对，这个房子虽然大，但是它每一间都是串来串去的。你想作为卧室啦，还是作为客厅，是吧？它这个不分明的。看，这后面也是哇，这里面的生活气息，还有以前的沙发这些什么都在里面。大家看一下旁边，房间还挺多的。这一面墙全都垮塌完了，全都是用泥巴粉的一些。外面呢就是用石灰粉。看，这里是一个大厅，这个大厅的空间还挺大的，每一个房间的格局都是一样，后面都有一个小房间。你看，这是一个小的巷道，这个房间比较小。其实它这个光线还挺足，每个房间后面都有一个窗户采光。对，你看，这扇门是很新的啊。对，这是最后一个房间。你看，这个墙面垮了下来，把这个地面都弄这么厚了，全都是泥巴。这后面还有一些玉米糊，当初这里面应该堆了很多玉米。你们看清楚没有？这个房子究竟有多少个房间？我在这里面感觉都快迷路了。我们都感觉要转头晕了。大家数一下，他们这个具体有多少个房间？反正我是走晕了。你看，到处都是房间，串来串去的，像走迷宫一样。啊，我得出去吸一口新鲜空气，我在里面感觉好压抑啊。它这个院子已经长满了杂草。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，他要把这个院子砍得干干净净，然后那个时候是想卖出去嘛。现在没有人来买了，已经完全没有人管了。对，他自己也不会上来住的。对，因为他们每家每户在下面都有一栋房子或者2栋房子，都不缺房子做的。这下面还有一个桌菌，看见没有？这个桌菌也是又做了板面，这个桌菌的面积还是挺大的。大家觉得这个房子怎么样？可能现在卖的话，至少也还得要10几万。所以说这个房子是完全不敢考虑的。它这里的环境虽然好，但是它的成本也不比那些木瓦房的成本低，是吧？对。它这下面的这个猪圈也可以好好利用，因为现在都不养猪了。对，每一个房子我都想到要做一个茶室，用来休闲的或者朋友来聊天，这种感觉特别的好。因为在农村嘛，就是为了享受生活，肯定这些东西也考虑进去。大家觉得这栋房子怎么样？